就在前2天，台湾省宜兰县议会发生了一件让人惊掉下巴、跌破眼镜的奇葩事儿。堂堂县议长身边的红人黄玉衡，带着老婆卷着铺盖，拉着孩子，直接上演了一出人间蒸发。等到这个台湾警方和议长慌了神儿，满世界找人的时候，你猜怎么着？人家一家3口早已经在咱们大陆的福建省安营扎寨，喝上早茶了。这个事儿一出吧，台湾岛内那是彻底炸了锅了。有人说他是躲债，有人说呢他是跑路，还有人说他是掌握了核心机密过来投诚的。今天呢，咱们就来看看这出走为上计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弯弯绕。咱们先来捋捋这个黄秘书的跑路路线哎呦喂，那简直就是反侦查的教科书那毕竟人家以前是干刑警出身的，这点底子全用在这儿了。这位黄玉衡51岁，在这宜兰县议会呢，那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议会就2个秘书，他算一个，绝对是议长的左膀右臂。就在这个过年前后这位黄大秘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做手术，请了长假。结果呢，年过完了，这学校都开学了，这个黄秘书还没有回来上班。不仅他没来这个议长呢突然接到学校打来的电话，说你们黄秘书那个上初2的儿子怎么没来报到呢？这按规矩我们得通报中辍生了这议会这帮人一听，坏了，出事了，赶紧派人去他家敲门。结果到了门口一看，大门紧闭，人去楼空了，连根鸡毛都没留下。连这个黄秘书的亲爹，一个80多岁老头，都两眼一抹黑。我不知道我儿子一家子去哪儿了？那最后这个警方一查这个出入境记录好家伙，这心思绝了。人家根本就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分批撤离。这黄秘书本人呢，早在1月26号就脚底抹油先飞了。他老婆带着儿子在2月12号，也就是过年期间悄咪咪的飞了。一家3口连年都没在台湾过，直接在大陆团聚了。眼瞅着议会这边要因为他长期旷工给他来个记过免职了。那就在这个处分下达前一天，黄秘书呢突然通过脸书和律师从境外啪的发回来一份辞职信。那上面是亲笔签名还按了红手印儿。理由其实是冠冕堂皇，个人健康状况不佳，需要长期静养。哎呦喂，你们听的这个理由糊弄鬼呢？你要是看病台湾那么多的长庚医院你不去，你非得举家搬迁，连这个孩子学籍都转到福建来静养，这哪是看病这分明是看破红尘，不对，是看破台湾政局了这人一走，台媒就开始疯狂挖他老底咱们先说第一种猜测，投资失败，跑路躲债。这位黄秘书呢，他可不是个安分的公务员他为人客气，朋友多，出入开豪车表面上是个秘书，背地里那就是个投资狂魔，什么跟人合伙盖房子啦，开游览车公司搞物联网，甚至连什么 AI 生物科技养虾，培育香菇他都干。大家听听AI 养虾，这听着就像是那种专门割韭菜的 PPT 项目而且这个老哥以前当刑警的时候就有过因为欠着一屁股债失踪的黑历史。那最后呢，还让他老爹出面替他擦擦屁股。所以外界很多人都猜他肯定是因为这个投资暴雷了，怕这个黑道上门讨债，所以呢才带着老婆孩子跑路了。但是我在这里呢要打个问号，如果是普通的欠债跑路，议会查他的账，发现他经手的公家经费干干净净没有挪用公款，而且他走的这叫一个从容不迫他还知道呢，通过律师跨海帮儿子办理福建学校的转学手续，撤销了辍学记录。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在大陆那边早就联系好了学校，买好了房子了铺好了后路，这哪像个被高利贷追得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这分明就是谋篇布局已久的战略转移所以呢，就有了第2种猜测，弃暗投明，规避风险。知情人士爆料了这黄秘书作为议长的核心心腹，平时接触的都是什么那全都是议会内部最敏感、最核心的机密和利益纠葛。
台湾地方政治啊，那层水有多浑，大家懂的都懂。这黄秘书呢，大概率啊是看透这帮政客的嘴脸，或者是不小心卷入什么不可告人的大是大非里，为了保全家庭，干脆36计走一上，直接奔向了全中国最安全的地方——大陆。这新闻呢，一传到咱们大陆的网络上啊，这网友们那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评论区直接吵翻了。有这个评论说，聪明的人提前安排人生的行程，台湾同胞一条最好的通道，有先行者定有后来者。这位网友，你是个明白人，这就叫聪明人啊！大家想想看，现在台湾岛被赖清德那帮台独政客搞的是乌烟瘴气啊，兵凶战危，那就像是一艘千疮百孔的破船。这船长非但不修船，还在那儿拼命的往船里凿洞，叫嚣着要跟太平洋的狂风巨浪硬碰硬。黄秘书是个聪明人啊，是个体制内的明白人。他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我去，水都漫到脚脖子了呀！这个时候他不跑，难道留下来给这帮政客陪葬吗？所以啊，他就提前安排人生行程，把这个资产一转移，带着老婆孩子直接走小三通或者直飞大陆。这就是用脚投票。而且这位网友说的极对啊，有先行者定有后来者。大家就看着吧啊，随着这个台海局势越来越紧张，像黄秘书这种体制内的高管、有钱的中产阶级，往这个大陆提桶跑路的绝对会越来越多，这根本挡不住。还有这个评论说，他从台湾去福建住，和我从山东去江苏住，有区别吗？各位也太通透了啊！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朴素也是最高级的政治觉悟。是呀，有区别吗？这台湾绿营媒体那边是大惊小怪，惊呼什么高官失联、人间蒸发、一入敌营。在咱们看来啊，这不就是个跨省搬家吗？从这个台湾省宜兰县搬到福建省厦门市或者是福州市，就跟你从这个山东济南搬到江苏徐州，这性质上是一模一样的呀，都是在咱们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自由迁徙嘛。台湾人拿着台胞证在福建办个居留证，那孩子呢可以直接享受同等待遇入学，这叫什么？这就叫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政策红利啊！黄秘书这不叫失踪啊，这叫回国就业，这叫响应国家号召落户福建。那台湾媒体你们激动个什么劲儿啊？少见多怪。还有一个评论说过来投诚了，也许此人掌握了大量的情报，觉得台湾危险，有战况，所以带着全家跑路来大陆安家就业。这条评论说到了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沉重的话题，战争恐慌。大家别以为这是网友在瞎猜，你们代入一下黄秘书的视角，他是一个51岁的中年男人，有一个儿子刚上初二，14岁。那现在这个台湾当局在干嘛呀？在延长兵役，在搞什么全民防卫，甚至有这个政客叫嚣着要把中学生都拉进什么民防队伍里去。如果你是黄秘书你看着自己刚长个还一脸稚气的儿子，你会怎么想？你会愿意让你的宝贝儿子被推到前线去当炮灰吗？绝对不可能啊！任何一个有理智、有责任心的父亲，在这个时候，第一反应都是保护家庭。他跑到福建一方面呢，可能是因为他确实掌握了地方上一些烂账，不想卷入这个政治漩涡。但是更深层次的原因，绝对是因为他感受到了危险，他不想让家人生活在一个随时可能会变成战场的火药桶上。来大陆图的就是2个字儿：安稳。其实像黄秘书这样弃暗投明、用脚投票的事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大家还记得前几年那个轰动一时的金门上兵陈家霄吗？一个普通的台湾小兵，实在是受不了军队的高压和这长官的欺压，那更不想稀里糊涂的为这个台独卖命。人家是怎么干的？直接穿上救生衣，在这个海里面扑腾了好几个小时，硬生从金门游到咱们厦门的滩涂上，被这个大陆的海警救起来的时候，人家吃咱们的饭，直呼大陆的饭菜太香了，不想回去了。你看看底层的士兵宁可游着泳也要过来，这高层的高管宁可连退休金都不要，编造借口呢也要举家搬迁过来。这说明什么呀？说明这个台湾岛内从上到下早都人心思变了。不仅是体制内的人，
咱们看这几年多少这个台湾的明星老戏骨，像那个芳芳、李立群、萧敬腾，一个个都在这个大陆买了房、安了家，天天在这个抖音上晒咱们大陆的高铁外卖、便捷生活。多少台湾的年轻人背着包来大陆读大学、创业，最后呢找了这个大陆的媳妇儿、老公，彻底扎了根儿。因为老百姓的心里是有杆秤的，哪里有发展，哪里有安全感，哪里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老百姓的脚就会往哪里走。以前吧，西方和台媒总喜欢给咱们大陆造谣，说咱们这儿不自由啦，那儿不开放了。可是大家看看现在现实吧，这台湾当局呢，现在是严防死守又是查手机、查微信、查谁去了大陆旅游，那甚至连村长、里长来这个大陆交流一下，回去都要被叫去喝茶审问，是谁在搞绿色恐怖是谁在两岸之间拉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铁幕？而咱们大陆呢，咱们是敞开大门福建直接搞成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台胞来了可以买房，可以交社保，孩子可以上学，可以做生意。咱们用最大的诚意最踏实的政策，再张开双臂拥抱台湾同胞。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最终力量。那宜兰县的这位黄秘书他也许呢是投资失败倒霉蛋，也许呢是个看破官场老狐狸，但是他最后做出这个选择，却误打误撞的顺应了历史潮流。他用这个实际行动证明了当这个海峡对岸狂风骤雨快要翻船的时候，大陆永远是同胞们最坚实、最温暖的避风港。只要你踏踏实实在大陆遵纪守法、安居乐业，咱们就一句话，欢迎回家。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你们觉得这位黄秘书到底是为啥跑路欢迎在评论区大开脑洞，咱们一起聊聊我是小懒，咱们下期再见。